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6号，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去年跟家人们在2万下方重仓抄底的比特币，到现在也是有发现，在月线里面的 MACD 指标即将迎来4年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金叉。那去年的时候在底部的位置也是跟朋友们讲，交易就是反心理的，大跌的时候你要敢大买，特别是月线里面的 MACD 指标红色的柱状使它如果有放个7根左右，历史上是有高度参考性。19年的一大波空头的走势，在月线里面 MACD 柱状是7根，底部就是底部。15年的行情，比特币一大波空头的熊市，红色的柱状也是放了7根，底部就是底部。所以重仓到现在，那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月线里面 MACD 支持未来的顶部我们要怎么去套点，包括日线这2天也是跟朋友们讲，有可能量在退潮，这个位置如果再上去，周线里面不管是 KD 或者 RSI 都在背离，那有可能就横盘震荡。等下来跟大家讲这个位置日线以及4个小时短线的技术形态有哪一些知识，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月线的 MACD 是这样子就是交易是反心理的，包括昨天也是有跟朋友们讲到一些知识，比如说 RSI 你也可以利用，比如说在日线里面它接近30低点的位置，如果是趋势向上的情况下，这种参考的方法是更适用有接近30的位置有可能才是买点，或者是接近70的位置也不确定会不会短线整理，或者是有可能它在一些重要的位置非常急的这种疯狂的牛市，它不一定70、80都有可能，90也都有可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现在的 MACD 指标，4年一次上一次金叉的位置是在2020年的这个位置，比特币当时是 MACD 指标在月线里面是进行一个金叉。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子还是一样，就是你等到金叉的位置有可能已经迟了，它这个价格可能已经来到高位，所以 20K 下方我们就应该利用这种月线里面死叉的一些点位，而且它死叉不是隔几个星期就死叉或者是金叉一次，在月线里面死叉，上一次的死叉如果我们参考熊市的空头的死叉，它是在18年这个位置才有一次死叉，这里面的一个死叉如果不用去管，它就是一个整理，所以很重要的一次死叉在2022年跟2018年间隔的时间也是接近4年的一个死叉。那我们有看到月线里面这种重要的死叉，你就要利用每一次暴跌的一些点位去留意，它如果柱状有放个7根左右，因为历史上是有这种参考经验我们可以看一下1、2、3、4、5、6、7，大致是在这一根崩盘的一些位置，就是 20K 下方，只是猜不准到底还有没有黑天鹅事件，类似这种 FTX 交易所，或者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历史上也是一样，就是2018年的这个时差，我们可以去回顾上一次比特币的时差的一个时间是在什么位置，在月线里面18年的这个时差，那上一次月线里面的时差它是在2014年的8月份，是在这个位置时差，所以时间也是有高度参考性，4年会有一次时差那就利用月线里面去观察一下这个时差的位置，开始它里面的红色的柱状1、2、3、4、5、6、7根的一些低点的位置有可能就是最恐慌的低点，而且我们如果再配合类似这种月线里面单个月跌幅如果是接近超过 30%， 有可能底部就是非常恐慌的一个底部，别人在恐慌的时候我们要贪婪，所以操作这个比特币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全球的机构现在都是开始要进场来分抢这个比特币。我的观点就是利用它有大崩盘的一些位置，月线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2022年的这一根下跌，它的跌幅也是超过 30%， 所以后面是在这个位置也是跟朋友们计划 20K 下方一定要重仓去抄底比特币，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抱到什么位置，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也就是现在是有发现下个月开始应该这一个月线里面的 MACD 是要金叉，而且它金叉的时间我们如果去回顾比特币在月线里面上一次金叉的位置是在2020年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位置的一个整理的区间金叉跟死叉的信号给它忽略掉，就是参考空头的走势一个趋势突破开始的一个金叉时间，它这个时间是在2019年，这一次金叉应该是在2023年，时间也是有间隔4年的参考性，死叉也是有4年的参考性。所以我们如果再去回顾，比如说2015年这个位置的金叉，2019年的金叉跟2015年或者2016年的这个位置金叉，它间隔的时间你去计算一下，2019跟2015也是有接近4年一个循环的周期。所以我们现在就观察一下，那短线这个位置为什么这2天比特币价格是偏震荡啊？就是比特币在月线里面，只要它有金叉的位置，因为散户也是在看这些信号，有金叉的位置，它后面有继续往上喷大涨吧，有可能短线会偏整理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2019年的这个位置，这条最白色的垂直的这个线，它在这一根开始金叉，金叉的位置是在高位，因为它一波空间的涨幅，这个位置是3000，涨到这个位置是接近12000，它空间涨幅是有一点高，3倍，它后面洗盘就会洗得比较深。所以金叉的位置在19年，它会有类似这种相对比较深度的一个洗盘，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行情，就是在这个位置 MACD 指标金叉，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有马上这样子再上去嘛，它甚至第2个月它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回撤，不过我们在月线里面观察，它其实就是横盘区间震荡。现在的一个位置我们去留意一下，如果下个月开始金叉，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会不会继续横盘震荡？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也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下一步我们什么位置可以去做逃顶的动作？那我们要观察一下，它一般在历史上有金叉的位置，它后面绿色的柱状一般放了几根在顶部的一些位置，有可能到时候要爆出这种的利润。类似15年的这一波行情，比特币的 MACD 指标在月线里面也是放了接近20根左右，到时候再去做逃顶的动作。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当时比特币金叉开始，它后面柱状是放了几个，从这个位置开始到顶部的位置它是放了24根，所以我们就取一个中间值20根左右，或者是接近16根开始，要特别留意，或者是日线里面短线的 K 线有没有一些败象，或者技术形态有没有一些败象，到时候 15K 或者是 20K 有在这个区间抄底做对的多单，不管你是期货还是现货，到时候跟家人们一起逃顶。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形态啊，因为这2天是有跟朋友们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这一根 K 线，我的判断它有可能是一个奔走型整理，因为最近量有一点跟不上，就是这个量呢有一点跟不上。其实最明显的刚开始放量的位置，就是跟朋友们讲的这一个黄色的下降楔形，在这个低档位置敢抄到现在，它当时其实是有量，但是有一些空方的看什么它也是在看空，但是现在来到高位已经是很明显，短线是有一点量在退潮的迹象，所以最近也是跟朋友们讲，判断有可能它是在区间震荡。然后再来跟朋友们聊一下日线比特币 KD 指标啊，因为 KD 这一次它也是穿80上方，不过我也是一直在观察，如果还想再做多的朋友，或者是有没有压回的低点，你尽量去观察它什么时候有可能破80，你利用 KD 指标接近50附近的时候，到时候去观察它的一些支撑位，比如说这个支撑位没破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利用它在整理的区间，像这种低点的位置做一些高抛低吸啊，包括4个小时的一些技术形态。其实现在观察的一个观点也是一样，它最近是量在退潮，我的观点是偏震荡整理啊。4个小时里面的一个技术形态，它是有背离的结构，所以也是跟朋友们讲的有几天这个位置是偏震荡，这个高点比这个高点高的时候，但是指标是在背离的结构，所以它有整理的需求。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